这次小编说的古装剧，是由漫画改编而成的影视剧，后来又被动画化。出了第一部动画是在2015年6月，狐妖小红娘系列一共3部，以下提及就只会用故事的各自简称，不多说其他了。说一下，如果按照他们各自开拍并杀青的顺序，他们分别是第一部是杨幂、龚俊主演的月红篇，第二部是竹叶篇由刘诗诗、张云龙主演，第3部是由程毅、李一桐主演的王权篇。3部作品人物是有关联的关系，让小编整理一下他们的关系吧。如果从时间线展开来看，由长辈们的故事开始，那肯定是先看竹叶，然后是月红，最后才是王权。看图吧，小编自己整理的，如有不准确的地方，请多多包涵。在竹叶篇中，东方怀竹、刘诗诗饰演和王权红叶、张云龙饰演。在动漫里，王权红叶的名字是王权霸业，他们生下了儿子王权富贵，程毅饰演。在王权篇就是他和女朋友青铜、李一桐饰演的故事了。东方怀竹的妹妹东方晴岚，沈月饰演，他的儿子就是东方月初，龚俊饰演。在月红篇讲述是东方月初和涂山红红、杨幂饰演的故事，但根据剧组的开拍时间，却是月红先开拍并杀青的，接着才是竹叶。截至到小编出这期视频为止，王权篇仍是在拍。根据小编的猜测，大概率会先放出的一部是杨幂、龚俊的月红篇吧，因为都是请来了大咖的演员饰演角色，不知道是不是看好该剧改编后的市场，像当年的仙剑系列，捧红了多少当红艺人啊。那小编先说本期要介绍的剧目，古装仙侠言情剧《狐妖小红娘竹叶篇》，改编自驼小新的同名漫画，后也被制作成2015年的国产动画的 IP。该剧是由导演杜琳执导，刘诗诗、张云龙领衔主演，配角阵容也不容忽视，7位女配：吴宣仪、沈月、陈钰琪、张若楠、孟子义、彭小苒、周洁琼轮番上场，还有其他一大堆的演员在名单中。相信这部剧是 S+ 级别的大制作了。这部戏作为狐妖系列真人剧的第2部，是有比较虐的情节，加上刘诗诗的打戏作为看点，主要讲述了因一场意外相识，与各路伙伴一起走上重振一气盟，共同努力安定局势的故事。在人妖势不两立的局势下，两大家族东方家和王权家的掌舵人东方怀竹、刘诗诗饰演，王权红叶、张云龙饰演的故事，在动漫里，男主的名字叫王权霸业。以下内容涉及剧透。在东方家族中，长女东方怀竹是一位令人惊叹的美丽聪慧之人，她拥有着高超的医术和精湛的琴艺。东方家族有个秘密，就是纯质阳炎，一种只有通过血脉传承的超强灭妖神火。想要自如的运用纯种阳炎，得有东方家神血才行。没神血的东方家弟子只能借用神火，可效果远不如真正的纯种神火。在东方家族中，金人凤是东方怀竹父亲的亲传弟子，是东方家族的大师兄。怀竹视他为忠实良善之人，可这家伙野心勃勃，为了争霸，竟然跟怀竹翻脸，引发了一场超级恩怨。金人凤从智妖娜学了个换血大法，杀了怀竹的父亲，也是他的师傅，为的就是夺取东方家神血，掌控神火山庄，还想娶东方家的2个小姐，图谋他们和家族的纯种阳炎。然而东方怀竹的人生轨迹在与王权红叶的初次相遇中被彻底颠覆。王权红叶是个外表可爱但审美能力欠佳的大侠，偶然间救了东方晴岚，沈月饰演，从而结识了东方怀竹。两姐妹采药上山时遇到了百目妖，侯明昊饰演。王权红叶和东方怀竹一起营救，还把自己的剑鞘送给了他。之后王权红叶与南国妖王展开了一场巨大的战斗，让东方怀竹对他的勇气和实力刮目相看。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他们之间慢慢萌生了感情。
东方怀竹在还剑鞘给王权红叶时，约定每年7月初7在淮水竹亭见面，他还送了他一副新的面具。王权红叶的家族也很厉害，以一把王权剑笑傲江湖，他们掌握着开启先天剑灵的强大秘法，能让后人拥有出色的剑术天赋。年轻时，王权红叶组建了自己的面具团，成员都是些实力强的年轻人。在一次探险旅途中，团员们遭受了致命打击，几乎全军覆没，最终只有2人幸存下来。一个是李曲卓，失去了双脚，只能靠轮椅生活；另一个是王权红叶，失去了剑心。然而，在这段扑朔迷离的感情故事里，隐藏着更多神秘的细节和扣人心弦的谜团，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和结局。东方怀竹的父亲被害后，他送走了妹妹秦岚，自己却留在神火山庄拖延时间。最后，王权红叶及时赶到，为了解救东方怀竹，他将她娶回家，但只当做了个妾，却没有正式娶她为妻。又到了小编画一画的时间啦，接着说回剧情吧。婚后，2人各自为了复仇而不断努力，但却屡屡失败。东方怀竹未能成功袭击金人凤后，王权霸业一直拼命练剑，但却因为失去剑心而无法突破。他想到家族的另一个秘密，东方家女子在生孩子后，可以将全部灵力传承给下一代。为了让下一代继承他们的力量，为复仇打下基础，他们计划生下后代，让其继承2大家族的强大天赋，拥有先天剑灵和强大的灵力。这个计划被称为道门兵人，旨在避免儿子成为亡国之奴，并承担起家族的责任，保护道门不受毁灭。他们决定怀孕生子，将血脉传承下去。尽管怀孕期间过得很幸福，但东方怀竹最终在生下儿子后，因金人凤曾经的一拳而大出血，不幸身亡。王权红叶在他的嘱咐下，不放弃寻找自己的剑心，并最终找回了。大反派金人凤的结局到底怎样呢？原来换血秘术本来只有智妖一族才能用，如果其他人想用这个秘术，就必须练水质运功法，否则会出问题。可是水质功法必须2人一起修炼才行。本来小水质想跟金人凤一起修炼，但是金人凤太心急了，没等到那天就对小水质下手了。因为金人凤不懂水质功法的秘密，所以他受伤后一瞬间就变老了。接着东方家族彻底完蛋了，金人凤只能躲在山里。最后金人凤被请来对付涂山红红，杨幂饰演，结果被涂山红红打残了。看过漫画和动画版的人都说，结局是虐死人的那种悲剧收场，因为没有转世情缘的机会。这个故事里，那个刚出生的儿子就是在王权篇中的王权富贵，程毅饰演。期待该剧早日播出。本期介绍到这里啦，下期介绍的是月红篇，下期再见。